鼻子過敏沒有辦法根治，做減敏療法，減少對過敏原的刺激產生的身體的反應。阮醫師，我從小到大就有過敏的問題。我以前有用過這一些抗過敏的噴劑，但是我覺得我快受不了這樣的人生了。難道我沒辦法逐漸的根治這個過敏的問題嗎？我認為鼻子過敏沒有辦法根治。基本上，如果要求要未來对這個没有過敏的話，基本上就要做減敏療法。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提過，就是可能要考慮舌下含定或是針劑的注射，然後來減少對過敏原的刺激產生的身體的反應。鼻噴劑其實為什麼方便？因為鼻噴小小一罐，基本上我會建議病人上每天噴啊，它不是要有症狀才噴，有症狀才噴沒有效。原因是因為什麼？因為我們講過，我們鼻腔是接觸到過敏原之後產生了一些過敏的反應。那我們噴鼻噴劑的目的是什麼？是在我們希望噴上去之後，當過敏原來的時候，我們鼻腔的這些細胞產生反應，而不是我們現在吃一些藥物啊，然後來抑制那個症狀。所以噴劑基本上是要每天都用啊。那什麼情況下會考慮吃藥？就是因為當我們噴噴劑的時候，有時候會遇到，例如說像您講的，去日本遇到花粉劑，那這是要一個 breakthrough， 就是說突然有一個很強烈、大量的過敏原接觸，所以導致你的症狀突破了你的这個藥物的 barrier。那這時候我們會考慮用口服的抗組織來快速減輕你的症狀，但是 baseline 應該還是要用鼻噴劑。不過我們再回到一件事情，為什麼會有手術的這個事情發生？就是因為很多人他們覺得我噴鼻噴劑，但我效果不夠好啊。那這個情況下的時候，如果我們用雷射啊，來讓我們的鼻肉裡面的這些分泌黏液的這些細胞稍微做一些燒灼，來減輕你的症狀，其實會很有效。包括現在國外很熱門的就是後鼻神經的燒灼，就是他們用一個冷凍的球去把後鼻神經受到影響，來減輕這個我們從蝶萼神經出來的這條分支往這個下鼻甲的這個地方，然後來支配下鼻甲這個黏液的分泌這個神經，把它阻斷掉，也會很有效果。那不過通常我覺得就是单純做下鼻甲雷射，其實效果就非常非常好了。所以像我這個上班族，我平常因為這個過敏讓我很難精神集中，我想要減緩這個不適感，我可以選擇哪一些手術呢？基本上就是像健保的規定是說，基本上建議噴6個月以上的鼻噴劑，效果不彰的病人可以考慮來做鼻子的手術啊。不過實際上我們還是以病人的舒適度為主啦，所以有些病人他可能覺得說，他噴1-2個月，他可能覺得這個效果不好，或者是他實在是不喜歡用鼻噴劑，那這樣的病人或許我們會考慮先讓他做一個雷射，讓他的下鼻甲稍微收縮一點，來達到那個症狀減輕。那症狀減輕之後，有時候這個病人比較舒適以後，讓他噴鼻噴劑，他就比較可以接受。這對我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資訊，因為我就常常忘記帶鼻噴劑出門，甚至我明明帶了，可是就是忘記噴。對啊，因為鼻噴劑基本上要持續噴啦，就是基本上我們認為至少噴1個禮拜，7到10天以上，效果才會出來。那如果是偶爾噴偶爾不噴，其實沒有達到真正鼻噴劑的效果，你就會覺得好像沒什麼用。謝謝阮醫師，那我趕快去找你治療，再拜託你了。不會，沒有問題。拜拜。拜拜。